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C 生物被翻译100次系列第3期。当我们将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翻译100遍之后，它的意思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。这里看到的是我们前面几期翻译的一些生物，那我们今天就要翻译新的4个 MC 生物，并把它们修改成被翻译之后的样子。首先是今天的第一个生物啊，在前面的评论区呼声比较高的末影人。末影人的话被翻译成了船不安全。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词啊。来，我们先创建一个末影人的模型吧。既然都翻译出来了，我们就试试看好了。其实船的话和末影人还是有一点关系的，因为船和水有关，末影人又怕水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船的模型和末影人结合起来好了。我们把这个船的模型拖到末影人这个地方，然后再给这个船修改一下材质，让末影人手上拿着这个船桨吧，不然的话这个船桨悬在那里很奇怪啊。然后我们修改一下船里面的颜色，把它修改成水的颜色，看起来就好像船进水了一样。末影人不是怕水吗？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船不安全这个词就可以显示出来了，就好像末影人被困在船里，然后一直被水泡一样。这个船的位置要是放脚底的话，移动起来会比较奇怪啊。我们把它放到它屁股那个位置吧。然后再经过一点点细节上的处理，我们这个末影人船就做好了。它行动起来也是非常自然的，两个手上的话是拿着2个船桨，然后船底的话是有水的。这个船确实很不安全啊，战斗的时候也挺正常的，打我们好像是用这个船桨打的一样。然后继续我们下面一个生物吧，要翻译的是小白，也就是骷髅啊。这个小白它被翻译成了鱼，小白和鱼怎么关联啊？哎，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，咱们可以把它做成鱼骨头嘛，做成那种咸鱼的样子啊。哎，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有雏形了，但感觉改起来应该比较困难啊，它里面有很多鱼刺什么的要制作。我们先来制作它的头吧，做一个咸鱼的头啊，那种竖起来的尖尖的。我找了一个图片放在旁边，这样子可以对照着做。这个真的好难做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像素块的大小比较大，所以不能做得很精细。头的话就大概先做成这样子吧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调整。现在的话先做一下身体上的骨头。我一直感觉原版 MC 这个骷髅的骨头很奇怪，一点也不好看，我要做一个比较真实一点的。先弄鱼的脊椎骨啊，这个尾巴的话我们向后甩。哦对了，这个骷髅的手臂的话我们要保留啊，不然的话就不太像原版骷髅了，而且它需要抬手发射弓箭什么的。然后再做一下这个鱼骨的尾巴，再做一下它的肋骨。哎，不对，鱼好像没有肋骨这一说吧。总之把它身上的每一条骨头都做出来吧，每一边可能需要10条左右啊。一边做完之后给它复制一份，然后翻转到另外一边去。OK， 好，这样子一个鱼骨的雏形已经有了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鱼头的部分，鱼头要做成一个咸鱼，修改成一个有点像圆锥一样的东西。哎，这样子应该差不多就可以当咸鱼了。这个眼睛的话我们没办法画得很准确啊，因为这个像素块比较大，所以只能这样子了。在另一侧也画一只一样的眼睛，嘴巴的位置给它稍微分开一点点啊，中间有一个小缝。然后接下来再上一下全身的纹理，先是骨头的，然后再给头上上一下，这样子整体看起来就比较协调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鱼骨头骷髅啊就制作完成了。其实这个鱼头感觉窄的那面对着我们好像好一点，但那样子的话它尾巴就不能弯曲了，所以的话我们就这样子让它眼睛瞪着我们吧。这个手臂肯定是得保留的，不然的话它这个剑就悬空了，就很奇怪。哎，感觉它还是不动的时候看起来更有意思啊。哦对了，新来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在评论区发你们想看的新的生物啊，我下一期继续在里面挑呼声比较高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翻译下面一个生物，现在要翻译一个海龟。这是一个袋子，哎，这海龟的模型其实挺好的，感觉只做一个袋子好亏啊，因为袋子是方方的嘛，感觉没什么可以做的。哎，咱们其实可以把它跟环保的内容结合起来，我们在这个海龟的外面套一个袋子，就是表示这种海洋垃圾影响了海龟正常的生活。可以的，好吧？在海龟外面套一个这样子的袋子啊，不过我们还是要修饰一下，因为从海里面出来的袋子嘛，肯定不会这么完整。给它的身上加一些破破烂烂的洞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纹理，在这个袋子的后面再加一条购物绳好了，一条悬挂着的购物绳。OK， 让我们看一下最终的完成品吧。这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，实际上花了我1个多小时啊。大家注意啊，不要在外面乱丢垃圾什么的，这样子对环境还有大自然中其他的生物非常的不友好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生物，最后一个生物的话是鹦鹉啊。鹦鹉这么小，其实不是很好改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会被翻译成什么东西吧。圣诞树，这个圣诞树的话就不太好搞了，因为圣诞树的话体型要弄得比较大，而且它的手臂和头我们可能得去掉了，要对它的模型大改特改了。我找了一个圣诞树的图案，我们对着改好了。首先把这个鹦鹉的脚改成这个底下的盆，中间的话是树干，然后再做一下圣诞树的树叶吧。这个的话需要用到很多的方块了。我们的头尽量保留吧，头把它做成最顶上的那一块圣诞树好了。
我们先用方块拼出2个这个圣诞树的边，然后把这个圣诞树的边打包，多复制几遍，让它重叠出一个圆形来。哇，这个模型的文件巨大无比，这方块也太多了吧！头部的话，用一样的方法做一个圣诞树的锥，然后在它的头顶给它弄一个五角星。这五角星只能做成这样子了，没有办法再做尖尖了。这鹦鹉太小了，这已经是最小的方块了。哎，不是，出问题了！到了游戏里之后，这个圣诞树倒了。它鹦鹉平时的时候不是直立着的，它头也不会跟这个圣诞树保持方向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那我们这个头的位置不能放锥了呀。OK， 那最后的话是改成了这个样子啊。哎，它好像跟鹦鹉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不过我把它的头做成了顶上那个五角星，这样子至少这个五角星可以根据它的头旋转，好吧？然后咱们再修改一下它的颜色，这个五角星的话要改成黄色。完事了，就这样子了，不改了。这个模型的话就没有太跟鹦鹉结合了，就是利用了一下鹦鹉的骨架。我本来想的是把这个鹦鹉放在圣诞树上，但是那样子的话，圣诞树会跑到地底啊，这个就不太好搞了，好吧？好的，那后面的这几个的话，就是我们今天做的4个模型了。我感觉这个鱼骨头骷髅是我这几期的巅峰之作，好吧？哎，我都佩服我自己的脑洞。你们可以把你们想看的模型发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啊，我下一期的话继续从里面挑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